闭关千年，终成无垢之身，只待明白情爱为何物，摆脱童子之身，便可成为完人，白日为生。也不知今夕是何年？2026年，城池不筑墙，房屋镜不知用何物所建，几乎接近天之高度。街上男女皆穿着奇装异服，既要入世修行，唯有学习他们的穿着打扮、言行举止。那座中州大学里有宗门后辈气息，先联络宗门后辈，以妥善安排我入世修行之身份。那不是秦明山吗？不愧是中州第一花，真美啊！好像是因为基因研究有重大突破，才被破格提拔为院士的吧？还叫秦明山，人家都是院士了，有什么关系？他又不会在乎。你们看，秦明山是不是看我笑了？人家看校长都不笑，看你笑个嘚儿。教授，您没事吧？老毛病了，可能最近没休息好，更严重了。教授，您这是基因病，急不来的。再治不好，我30岁之前就会因为基因病而死。可您的研究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只要研究成功，就能彻底治好您的基因病了。研究成功？根据目前的数据模型来看，除非这世上有修真者，否则我的实验根本就不可能成功。教授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吃颗应激药丸吧，以防万一。不许吃！他的身体已经到极限了，你手中的药物只会继续透支他的身体，若贸然服用，便会当场死亡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我们教授自己配的药，你个发传单的懂什么？赶紧滚，别在这儿碍事！我太虚门的医术堪称天下第一，连死人都能救活，论医术，我当然懂。太虚门，神经病吧？赶紧卸载番茄小说吧！信你，还不如信我自己是秦始皇呢！哼！教授，你怎么了？教授，你别吓我啊！教授，他的身体有先天性缺陷，又因为常年服用透支性药物，至多10期便会魂飞魄散。那该怎么办啊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用这个年代的说法，好姑娘别辜负，坏姑娘别浪费，所以无论好坏，都不能看着姑娘死。什么情况？他在干嘛？天哪，他袭胸啊，太离谱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能趁机占教授便宜？我要报警，告你猥亵！他不是占我便宜，他是在救我。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教授，难道这个发传单的真的懂医术？秦始皇我见过，所以你不是秦始皇，但我们太虚门的医术就是天下第一。我的身体感觉竟然比过去27年里的任何时候都好。这人按我胸的时候，似乎有微弱电流涌入了我的体内，那电流好像对我的身体极为有益处。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
我感觉身上有电流通过。还有，太虚门是什么？一些小事罢了，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。我还有要事，先失陪了。这什么人呢？也太没礼貌了吧！多少人想跟教授您搭话都没机会呢，他竟然就这么跑了。有真本事的人，往往都是鹤立鸡群的。我现在感觉身体很好，他刚才救我的时候，确实缓解了我的基因病。我们一定要马上找到他。啊！可是他刚才一直穿着玩偶服，我们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怎么找啊？他刚才进了学校，说明他肯定跟这个学校有关系，要么是学生，要么是老师。从学校的系统里面找他，3天之内必须给我找到他。明白。从刚才那2位姑娘的反应看，那种覆盖全身的装扮应该不是这个年代的正常穿着，以后需要多注意。宗门后辈给我安排入室身份是这所大学里一个叫博文班的班级导员，似乎相当于是西席先生。这怎么破童子之身啊？总不能跟学生好。我得收敛一下气势，让自己看起来足够普通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与学生相处吧。你好，请问博文班怎么走？博文班就在这栋教学楼的顶层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是博文班的新导员。博文班都烂得被学校彻底放弃了，学校里没有任何一名老师能镇住他们。你觉得你行？镇住他们很难吗？不是很难，是非常难。除非你是6边形战士，方方面面都很强的，没有弱点，否则就别异想天开了。没有弱点，我应该算是没有弱点吧。我就说你的飞机根本就不行，你这错了。帅不帅？还有招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江燕，初次见面，是你们的新辅导员，也是一名6边形战士。第一次见有人自己说自己是6边形战士的，脑子有毛病吧？哪来的土老帽？穿成这样，不觉得丢人吗？他确实是学校新给咱们安排的辅导员，学校人事系统里有他的记录。不是吧？人事处都瞎了吗？这种乡巴佬也能当导员？众所周知，老婆饼里没有老婆，人事处也不办人事。想当我们的导员是吧？那可得问问400万伏的电棍啊！一会儿我保证他当场屁滚尿流，抱头鼠窜。新导员是吧？我们博文班有个传统，凡是新来的导员必须得参加我们的一个欢迎仪式。欢迎仪式？那是什么？装傻充愣啊！你想蒙混过关？那你可想多了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棍子？你管这叫棍子？这他妈是电棍！电棍？那是什么？电棍你都不认识？你他妈逗我呢！抱歉，我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，我还在慢慢学习。
啊，不知道没关系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！似乎是能释放雷电灵力的法宝，不过威力很弱，不值一提。他居然毫无反应！请问，你想让我知道的惊喜是什么？你还挺能忍，我这就把功率开到最大，足够电死一头牛。我看你还能不能忍？全身窍穴都在被雷电灵力灌注，虽然没有什么意义，但还是挺舒服。这件法宝的威力能更大一点吗？不行吗？那就算了。这个法宝挺有意思，不过只是小儿玩物，到不了惊喜的程度。如果以后有更惊喜的东西，再给我看吧。怎么突然就倒了？我好像没有用很大力气吧？哎，只要没死就行，小问题。你别动！你刚才怎么做到的？什么？装傻呀！被电棍电了之后，你怎么没有反应呢？哦，你说那件法宝啊，它威力太小了，和真的雷电之力根本比不了。威力太小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那可是400万伏的电棍！就你刚才碰我那下，我都看见我太奶了。那你替我向你太奶问好。我那是比方，夸张的形容。你就装傻吧你！抱歉，我对这个时代了解很有限，并不是在装傻。喂，说好的硬拉比赛呢？说好了你们班输了就退学，我们班输了裸奔学狗叫，定好了不来是不是？是不是怕了呀？放屁！我们只是有事耽搁，马上就去。硬拉比赛那是比什么的？硬拉比赛你都不知道，就是比谁拉起来的杠铃更重。杠铃是什么？杠铃是什么？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？你没去过健身房吗？真是土鳖，跟你说不清楚。哎，和你们比赛是哪个班啊？特优班，因为他们导员一直针对我们班，但学校又无法开除我们，所以他让我们千方百计的主动退学。裸奔也就罢了，还要学狗叫，这太过分了。身为他们的辅导员，不能看着学生被欺负。我让你查的是怎么样了？暂时毫无收获。救你的那个人明显不认识你啊。可中州校内所有的学生和老师有可能不认识校长，不可能不认识您啊，除非他是新来的。所以学校最近没有新来的教职工了？有，听说博文班来了一个新的辅导员。博文班的新导员？有可能是他吗？他？不可能的。之前有学生碰到过他，说他穿得像个捡破烂的一样，怎么可能会是救你的那个奇人呀？确实，救我的那人气质卓然，就算是穿着玩偶服，也遮盖不住他那鹤立鸡群的姿态。教授，我第一次见你提起一个男人的时候会脸红啊，你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限你3天之内必须找到他。意义重大？这场硬拉比赛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我们输了可是要主动退学的，更何况那是特优班，如果能赢了他们，学校里谁还敢说我们烂？
可是状元考的是4书5经，又不是君子6艺，你们要比也应该比学习吧？学习有什么好比的？一学就会，一做就废的人还少吗？光有学历没有能力，那不照样是废物？我一直认为，博文班就是咱们中州大学的耻辱。我不知道校长是怎么想的，留着你们干什么？如果我是校长，我分分钟把你们这群酒囊饭袋全部开除了。其实比这个硬拉呢，确实啊，有点欺负你们了。毕竟呢，没有几个学生受过专业的训练嘛。但是如果说比这个学习成绩还有头脑，那更是欺负你们了。哎呀，所以我们就勉为其难的比比这个力气吧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茶里茶气的？哎，听博文班说新来了个导员，你就是他们的导员吧？瞧瞧！哎呀，这穿着打扮真他妈的有个性啊！不知道的以为是捡破烂的呢。跟博文班这种垃圾班啊，真他妈般配。他不是我们导员，学校任命归学校任命，我们可没答应。你看看，这种垃圾班都不让你去当导员，你还真是导员界的耻辱啊！我要是你啊，我早就辞职滚蛋了，省得站这儿丢人现眼。你们不愿意让我当导员，那愿意让他当导员吗？当然不愿意了，他这种自以为是的白痴，看着就让人觉得恶心。就是，我们这是教室，又不是茶室。他们也不愿意让你当导员，要不要和我一起滚？接下来呢，我宣布这个比赛规则：每个班出3个人，这3个人呢，每个人都有一次硬拉的机会，以硬拉成功为准啊。3个人的成绩相加，总成绩最高的那方获胜。导员必须参加。什么？这个土老帽瘦的跟个鸡崽似的，估计100斤都拉不起来。一会儿看老子怎么狠狠羞辱你！什么时候说导员必须参赛了？那你们要是不想比赛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认输啊！完了，本来希望还能赢呢，现在加上这个土包子，肯定输。没事，有我呢。哎呀，你们2个啊，你们2个先来，让博文班的看看，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堆里。来，你先来。好，110公斤，差强人意吧。继续，来，你来。哎呀，120公斤啊，可以啊，已经接近专业水平了。接下来就该我了，正好呢，借这个机会，让你们呢好好的瞧一瞧，什么是世界级的专业水准。好，竟然硬拉300公斤，国内纪录才只有360公斤，能上300，在国内已经是顶尖职业水准了。太变态了，怪不得跟我们比硬拉，故意算计我们。卑鄙小人！我这成绩呢，300公斤，
加上我的2个学生，那总共是530公斤。这个成绩也就没有比的必要了吧？啊，你们直接认输算了。我们可以说，但是我们绝对不做不战而降的懦夫。这，200公斤，怪不得口气这么大呢。哼，已经接近专业水平了。100公斤都举不起来呀！哎呀，那也就是说，你们差了330公斤。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要说这330公斤呢，也不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只不过你们这个瘦猴辅导员，如果说能有堪比世界力量举重冠军的水平的话，那说不定真有机会啊！你们为什么气势那么低沉？我不是还没拉吗？他不是说，只要超过330公斤，我们就赢了吗？你他妈还有拉的必要吗？330公斤，你拿什么了？拿命吗？用手啊！能不能别上去丢脸了？虽然我们不认，但在这些外人看来，你就是我们博文班的导员。你现在丢的是我们全班的脸。你竟然真敢上来啊！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说你这弱鸡是勇气可嘉呢，还是自取其辱啊？就他这个体型，别说330公斤了，他要是能拉起来100公斤，我直接原地吃屎。算我一个，我倒立吃。能否请你帮个忙，帮我加点重量？我第一次做，不太会用。切，装的跟真事儿似的，好像我给你这个全装上，你能拉得动吗？你真就能拉得动？行，我给你加多少？都加上吧，反正也没剩多少了。不是你说什么？你听不懂人话吗？都加上。哎，行，我都给你加上。如果你拉不动，你就跟你的学生一样，他们主动退学，你主动辞职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会输嘛？老师会输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输嘛？如果说你真能拉得动啊，我不但主动辞职，而且我跟我的学生一样，在操场上裸奔学狗叫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教授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？没关系，只是饭后跑跑步而已。那人是谁？为什么面前加了那么多的杠铃片？好像是博文班的新导员。听说今天博文班和特优班比硬拉，博文班输了，主动退学；特优班输了，要到操场裸奔学狗叫。比硬拉？博文班的新导员是脑子不好吗？加那么多杠铃片，根本没人能举得起来。哎呀，全部加完了，总共是1000公斤。是
世界硬拉的记录呢，也只不过是505公斤。你这个土老帽怎么想的？要拉1000公斤？哎呀，还有铁，他能自己是奥特曼呢。我看这傻缺这脑子有毛病吧？我们博文班已经够丢人了，他还非要再把脸伸过去，再让人家踩。他是嫌我们班脸丢的还不够多吗？嘿嘿嘿嘿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能硬拉1吨的重量，这已经超出人类肌肉承受的极限了。不愧是钱教授，分析的相当到位。重量还是太轻了，完全没有感觉。现在就算放弃了？晚了，你呀，把你班上脸都丢尽了。什么叫自不量力？这就叫自不量力。一个蠢猪导员带一群废物学生，真是绝配。我就说让他别上去丢人，这下好了，连带着我们的脸一起丢了，早晚找人堵他一顿。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，现在最主要的是度过眼前这关。我们真的要主动退学吗？我爸肯定会把我踢出继承人的行列的。能有什么办法？这次失算了，没想到特优班的导员竟然是专业级的，不然凭我那业余顶尖的水平，怎么都不至于输。看来博文班这次输定了，他们呀肯定要退学了。他还在那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呢？1000公斤，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拉起来，真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蠢货。难道是他？他这是把1000公斤拉起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我眼睛花了吗？这不可能，他为什么能拉动啊？而且还是单手，我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这教授，你快看呀，他拉起来了，这还是人吗？哎，秦教授，有什么事要帮忙的呀？哎，尽管吩咐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有人能拿得起1000公斤的重量？怎么没有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有事吗？算了，即便不是的，能拉动1吨的重量，体魄也超于常人，对我的研究会很有帮助。博文班的新导员，是，我需要你。啊？秦教授为什么主动拉着那土包子的手，还说什么我需要你？秦教授不是向来对谁都不假辞色吗？算了，无所谓，反正特优班输了。他们那个讨厌的辅导员，按照赌约得主动辞职。对，还得裸奔学狗叫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愿赌服输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兑现承诺？你过来干什么呀？这是要打老师不成啊？输不起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不对，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啊！这1000公斤的重量，不是人能够拉起来的重量。事实就摆在这儿，怎么反悔啊？总之我不信啊！这是障眼法，这场比试不算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规则是你定的，比试项目也是你定的，现在你输了你又不承认，我看你才是学校的耻辱。没错，我没有输了不认啊！这个，你们导员作弊！他哪里作弊了？哎呀，反正我不知道他哪儿作弊，反正他就是作弊了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了一下啊，咱们身为学生，比的应该还是学习成绩，对不对？学校下午啊，正好有一场这个学校校内的外语6级的专业统一考试，哪个班的通过率高，哪个班就获胜。他可能不是真的人，但你是真的高。你怎么？
你们要么认输，要么就比这个。呸！拿着我的衣服，咱们走。哼！啊！我呸！走吧，去我那里，我要给你检查检查。我身体很好，我不需要检查。我说的是正规检查。还有不正规的检查呢。总之，去我那儿吧。正规或者不正规，你说了算。不行，下午还有个学生笔试，我得跟学生们在一起。外语考试，特优班的通过率在90%以上，博文班连50%都没到，你们必输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。外语是什么？教授，你怎么了？他就是在跟我装傻充愣。我要去找校长，让校长命令他必须配合我检查。秦教授，我想咨询你一点问题。长话短说，我时间宝贵。秦教授，我们想问一下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会有人天生不怕电流吗？就是电棍释放的那种。电棍释放的电流一般是高电压、低电流的，能免疫这种电流的人不多，但也不是没有。这样啊，那硬拉1吨的人正常吗？肯定不正常。你们导员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我需要对他进行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。谢谢秦教授。看来那土包子就是体质特殊，出去打个药，跟煎饼圈那些药罐子似的。现在首要问题不是这个土包子，是下午的外语考试怎么办？我肯定过不了啊！能怎么办？听天由命呗。先去吃饭吧，饿死了。走。哎呀，距离阵可以有效地激发阵内人的潜力，短时间将脑域开发提至5倍，这样他们的考试就没问题了。只不过副作用是事后疲惫。宗门给的这个手机法宝真好用，简单易学，极为方便。外语怎么有几千种之多？这个时代真是颠了。不过就算外语再多，我这聚灵阵一开启，一语通，百语通，搞定。为什么是你跟我一起监考？你不是找校长去了吗？校长不在，我又想跟你多接触接触，所以特意要求的。好吧，我是第一次监考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考试全程都有监控，不用你操心。那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呀？考完试1个小时之内就出来，电脑阅卷很快。好。奇怪，怎么大脑异常清晰？这卷纸难度也太低了吧？这鬼画符一样的卷子，我怎么可能看得懂啊？什么？我居然真的能看得懂！哇！咱们学校大发慈悲啊！卷子上题我居然都会，这回跟特优班比也不一定能输。干！写！为什么我的思维如此活跃？试卷难度不高，赶紧去交答题卡。卡了我好几天那个难点呀！我想明白了。是不是拿错了呀？像小学生做卷纸似的。来的路上，我偷看了考卷。这次考试难度很大，就算是特优班，通过率也不一定能达到80%。我相信我的学生。盲目的自信是愚蠢。这次考试之后，你跟我走，特优班制造的麻烦，我帮你解决。特优班制造了什么麻烦？如果你们这次输掉了考试，特优班一定会不依不饶，逼着你们班学生退学。
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们拿头赢啊？对啊，拿头赢。如果这次考试你们输了，你听我的，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就听你的。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你们发现没？今天考试试卷特别简单。确实，连我都能看懂。题不说全会吧，但达标肯定没问题。你可是咱们班的下线，你要是都能达标的话，那全班没人过不了了。几个意思啊？哎，陆明呢？他交完卷之后跑哪儿去了？好像是写程序去了吧？哦，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总感觉很累，我得好好回去睡一觉。我也是，仿佛身体被掏空。娇娇，晚上回宿舍，我搂着你睡吧，你手感太好了，要是摸着睡，肯定很舒服。哎，今天可不行啊，家里边还有事儿呢，一会儿得回家去。哎，你们说，要是这次我们全班都通过了的话，那特优班的辅导员是不是得裸奔呀？行，那就看完裸奔再走。走。怎么样啊？我们班这次考试成绩能过一半吗？绝对到不了。这次的题难度是历年最难的啊！博文班没准连10%都没有。是。哎，特优班的通过率肯定还是全校第一吧？有没有可能上90啊？哎，到不了啊！这次的题目啊，属实真的太难了。那即使是我们特优班，我估计啊，这个通过率也只有80%吧。就这次题目难度来说呀，80已经很夸张了。不愧是特优班，全校断倒第一。哎，听说你们特优班和博文班有打赌啊？哦，哪个班的通过率越高，输的班导员便要裸奔学狗叫。啊，对，没错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一开始啊，其实是比硬拉的，但是我考虑到咱们还是得以学习成绩为主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你看，哪有说比这个力气的？那还是得以学习成绩为佳。学习成绩，博文班基本垫底，比这个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哎呦，看手机，成绩终于出来了，主任正在工作群挨个发呢。成绩终于出来了，主任正在工作群一个一个发呢。哎，主任先发到我们班，通过率45%，哎，这也太低了。哎，别担心，反正有博文班在，咱们想当倒数第一啊，太难了。哎，你们看啊，主任又发了2个班的，一个呢是52%，另一个只有35%。正常来说呀，应该只有博文班通过率在50左右。哎呀，这次题目难度啊，确实太高了。是。哎，这特优班呢？主任怎么还没发特优班的成绩啊？博文班也没发啊，估计一个最好，一个最差，是主任留到最后。哎，我们班的成绩出来了，57%，还好，没丢人，还行。不用紧张，放心吧，就算你输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做什么，只要你愿意配合我做检查就行了。我没紧张啊。你连手机都快不会用了，还说你没紧张？我只是不会用手机，但我正在学习。说大话是男人的通病，但过分嘴硬就显得十分可笑。哎，你们看啊，主任发我们班的成绩了，78%，你这也太牛逼了吧！哎呀，78%，
比我预估的80%低了2个百分点，没发挥好啊！除了特优班，全校再没有任何一个班级能到70%以上了，真是鹤立鸡群呐！哎呀，这个博文班呐，主任怎么还没发博文班的成绩呀？该不会连10%都没到，气得主任不想发了？哎呀，哎，快看群，发了！啊！通过率100%，是我眼睛花了，还是谁统计错了？主任统计错了吧？会不会是0%前边多打了个10啊？我在群里边问主任了，一定是统计错了。别装傻了，特优班才78%的通过率，你们博文班怎么可能是100%的通过率啊？可能是我的学生比较聪明吧。你来之前，你们班的学生都是垫底，可以说跟聪明完全不沾边。你来之后，你们班的同学就突然变得聪明了。主任说没统计错啊，他也很震惊，还特意去调了监控，说博文班没有作弊，这才把成绩发得这么晚。我看到了，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这离谱到家了啊！说实话，我宁愿相信国足勇夺世界杯。姜老师，你是有什么秘诀吗？是啊，姜老师，你这刚入职1天，这博文班的成绩从倒数第1变成正数第1，太夸张了吧？姜老师，你是这个呀？别跑啊！成绩已经出来了，你该兑现赌注了。什么承诺呀？我也没跟你承诺什么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上次立的赌注就是有问题，这次肯定还有问题。我就知道你又想抵赖，但做人呢要言而有信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帮你实现承诺吧。这是干啥的？你搞定！这世上有2样东西绝不能错过：回家的末班车和裸奔中的特优班辅导员。哎呀！我操！味儿！我不想裸奔啊！可为什么身体不听我的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呀！哎，这次考试可真是超常发挥啊，连我都能过。没错，我本来想趁着考完之后脑子清醒，解决一个编程难题，谁知道刚一出教室门，那种如有神助的感觉就没了。你们说，会不会和咱们的导员有关？那个土包子呀，别扯了，咱们自己发挥的好，跟那土包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没错，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，这种事情别人帮不了的。可是没有可是，那土包子连外语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咱们这次呀就是超常发挥了。你不是喜欢检查身体吗？这句怎么样？我喜欢好看的皮囊，有趣的灵魂，但是我可不喜欢有趣的皮囊哦。这裸奔也看了，为了庆祝大获全胜，我请大家吃大餐。好。哎，娇娇，你家里不是有事儿吗？就是投个标而已，你们先去点着，等我投完标就来找你们。走。好，走吧。啊！哎，你干嘛去？我的学生们似乎遇到了麻烦，我得去找他们。你怎么知道他们遇到麻烦了？算出来的。哎，娇娇，你看，咱们那个新导员和秦教授在一起了，就跟在咱们后面呢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但我不记得邀请过你，请你离我们远点儿。他是讨厌所有老师，还是讨厌我？讨厌所有老师，
但是看他们的样子，好像并不讨厌你。我在学校不教课，只负责专项研究。你们先去饭店吧，我的车一会儿就到了。等我投完标，我就过来找你们。好，那一会儿见，拜拜。这怎么办？快，赶紧报警！不过车牌号被遮起来了，应该怎么说啊？现在报警也来不及了吧？等警察到了，那辆车早跑远了。别担心，我这就把人救回来。别吹牛了，现在追肯定来不及了。别告诉我你打算跑着去追。现在有自行车，那个能快很多。自行车是什么东西？带着这玩意儿，为啥能快不少？但他这么说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扛起来跑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他接受检查。人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？他的身体肯定有问题。他刚才是把自行车给扛起来了吗？是，扛起来了。不是，他扛自行车干什么呀？是让他骑车，又不是让车骑他呀！好家伙，他刚才跑步的速度肯定超过世界纪录了！我的妈呀！他不是吹牛逼啊，他是真牛逼啊！哇，这还是人？他肯定打药了，不然解释不通啊！什么药能打破世界纪录？我专业就是练这个的，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那谁知道啊？反正现在的科技与狠活比兽要多嘛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娇娇啊，你别怪我，谁让你爸不给人留活路呢？只要你爸放弃投标，我就放了你。我呸！你不想办法在标书上有我爸，用这种歪门邪道算什么本事？我正常投标，谁能赢过你们陈氏财团呢？这个项目本来说好的是围标，你爸突然插一杠子进来，坏规矩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哼，我是著名商人，我又不是土匪，我只会啊，可操可操，给你拍点小照片呀，小视频呀，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你们陈氏财团大小姐有多白净。混蛋，你无耻！放开我！他卑鄙下流啊！有人在追我们车！啊？什么车？后边根本就没车。是有人在追我们车，不是有车在追我们的。人追车？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！我操！我操！这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鬼你妹呀！这他妈两条大长腿像他妈风火轮似的，鬼有腿吗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加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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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加速啊！这居然能让人扛个自行车撵上来！你是怎么当上我秘书的？我也是勤勤恳恳干上来的呀，舅舅。宝贝，爽不爽？就问你我的技术屌不屌？爽，好车就是不一样，这速度，这推背感，太刺激啦！什么嘛？怎么能被这种车超过去？意外，这是国道，不是高速，咱们还是安全第一。那也是意外。放开我！我都开到120了，
这绝对不是我的技术问题。哎呦，你怎么一直跟着我们？是不是我们有哪儿得罪你的地方啊？他是我的学生。啊！放开我！学生？你是中州大学的老师？算是。朋友，你开个价，我给你一笔钱，就当你今天没来这儿。钱？钱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你他妈放屁！哪有对钱不感兴趣的？你要是对钱不感兴趣，我姓，我他妈倒着写。你姓田，倒着写不还是田吗？我去你妈！我去你妈！我他妈哪儿都有你！得注意力道，不然容易把人打死。这么弱的力道都不行吗？看来得更轻一些才好。别！10万！只要你不管这件事情，我立马拿10万块钱现金给你。舅舅，咱也没10万现金呢。你他妈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！当哑巴！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，不愧是硬拉1吨的人，还挺能打的。现在几点了？不好了，快！我得赶紧回去，要不然赶不上投标了。你会开车吗？这车我只会开自动的，可是这车是手动的，我不会开啊。你说这4个轱辘的铁轿子？不会，但我会御剑飞行。我真的很着急，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啊。那你不会开车是怎么追上来的？跑来的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幽默是什么意思啊？走呀！去哪儿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吧！快点！现在能说了吧？咱们去哪儿？拿标书。我爸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投标。投标？他在明面上吸引注意力，实际上标书在我这儿。投标最后时间是下午5点，还有1个小时。如果来不及，我们家很有可能会损失惨重。应该还来得及吧？不出意外就来得及，但肯定会出意外的。能出什么意外呢？谁知道他们那群围标的人多下三滥的事儿都做得出来。不过他们现在在盯着我爸，只要不知道标书在我这儿，或许就来得及。开快点！出来！投标的房间在几楼啊？顶楼26楼。没有楼梯吗？
哎，哎，信号，怎么了？不进去吗？那群混蛋他们把门锁住了，根本都进不去。怎么就进不去了？直接推开不就行了吗？我都说了，他们把门锁住了，推都推不开，怎么进去啊？这下彻底完蛋了。妈，对不起。没超时吧？时间应该还来得及。我宣布，陈氏财团投标有效。有趣的灵力法阵构造方式，就是太容易被侵入了。通过灵力运用，我完全可以随意的打开学校任何一扇门。根据学校的安排，这里似乎是我的房间。我下午临时申请搬回来。那之前和我住的是谁？没有人，学校给你安排的是单人的宿舍。那你怎么进来的？在中州大学，我的权限仅次于校长，所以我想去哪就去哪。之前博文班和特优班比赛是你输了吧？没错，是我输了，所以你想对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那今晚你睡客厅。硬拉重量达到1吨，扛着自行车又能跑那么快，这江燕简直像是披着人皮的怪物啊！还有救了我的那位恩人，仅仅是按住我的胸口，就能缓解我的基因病。如果不是江燕的手腕处干干净净，而恩人的手腕处有太极纹身的话，我都要怀疑他俩是一个人。即便不是一个人，江燕怪物般的身体也极具研究价值。看来得双管齐下，寻找恩人的同时，必须让江燕同意我的配合。秦雨柔，你要加油！如果校长明天还没回来，那就用美人计。这是位学术先生。
你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好。对了，你的护心镜纹路凌乱，不成阵型，材质也低劣，安全性约等于无，不如下次别戴了。护心镜？什么东西？这不是护心镜，这是我维多利亚的秘密。这小子怎么跟个木头似的？看来美人计对他也不一定好使，我得赶紧想点别的手段。美人计是要引诱我的意思吗？我要是被他引诱成功，岂不是意味着我能破掉童子之身了？哼！放心大胆的用，我会努力配合你的。那个土包子肯定是半路打了车，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快？娇娇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你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在说，今天还在说，烦不烦？哎呀，那是因为昨天晚上你提到那个土包子的时候，居然会脸红，所以呀，厉风吃醋了。没有，我那不是怕娇娇被骗吗？哎，娇娇，你该不会真对那土包子有好感吧？这也算是英雄救美，有点好感也算是正常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哪有那么恶？再说了，我从来就不喜欢那种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，好不好？不是都看我干什么？我头脑又不简单，我外语考试都过了。这话说的，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？我之前查看了一下你们的课程安排，很奇怪，没有任何安排。我详细的了解一下，发现你们并不需要上课，只要在学校待够4年就能够顺利毕业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愚蠢的老师根本教不了我们什么。没错，他们教的东西早就跟社会脱节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学过时的东西呢？那你们平常干什么？全凭自己的喜好。娇娇不喜欢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，这土包子力气可大。那只要再证明他头脑简单，娇娇应该就对他没兴趣了。哼，也不是全凭自己喜好，但主要你想教什么，得先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吧？怎么证明？简单，你是老师，我们是学生，作为老师，应该比学生强，对吧？对，老师确实要比学生强，不然怎么教导学生？我说的是样样都比学生强。如果只是在你擅长的领域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有道理。况且我是6边形战士，自然方方面面比你们更强。真是个土包子，这么轻易就上钩了，脑子简直比我还简单。按照你这个意思，如果你在某些方面没有我们几个强，是不是就没资格当我们的老师了？没毛病。好，这可是你亲口承认的。如果你在某些方面没有我们几个强，你就不配做我们的老师。电脑技术应用广泛，陆明是我们这里电脑技术最厉害的。怎么样？跟陆明比比电脑技术？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你的电脑技术没有陆明厉害，你就趁早给我滚蛋，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陆明的电脑技术是国内最顶级的，咱们学校根本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，比这个也太不公平了吧？娇娇，你怎么老向着这个土包子说话呀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你胡说八道！你们要比就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样，敢不敢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好啊，开始吧。你稍等。怎么着？
想反悔？我得先查一查。这件法宝真是好用，只要遇见不懂的事，搜一搜就行了。大概明白了，电脑就是用灵力驱动的一种介质类法宝，多任务处理是分身化念，死机蓝屏就是走火入魔。所谓的网络，不过是一种灵力法阵，跟宿舍门锁识人方式异曲同工，只要使用灵力侵入，便能轻松搞定。现在才开始查资料学习，是不是太晚了？你这是什么沙雕操作啊？看你这样，你好像一点电脑都不了解啊。之前确实不懂，不过我现在懂了。网上搜搜就能了解。姜老师，你脑子进水了。姜老师，不会就是不会，别不懂装懂，死鸭子嘴硬什么的，最讨厌了。不明，听咱们这位新导员的意思是，只要他能在网上搜一搜这种电脑的概念，他就能比你强了。哼，吹牛逼谁不会啊？吹出去的牛逼实现了，才是真牛逼，否则就是傻逼。或许你们无法理解，但我真的懂了。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，承认自己在某个领域的无知并不丢人。确实，我也不是全知全能，不过我正在不断学习。不断学习？你的意思是在笔试之前才开始查资料吗？对啊，在笔试前查就足够了。姜老师，我对你非常失望，你成功毁掉了昨天在我心里面刚刚建立起来的好感。光说有什么用啊？是牛逼是傻逼，咱俩比一比就知道。你想怎么比？简单，我电脑上有我设计的防火墙，只要你能通过学校的无线网入侵我的电脑，就算你赢。我可以用手机完成入侵吗？你用手机入侵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手机也可以入侵电脑吗？我怎么听都没听说过呀。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真正的操作难度不亚于小学生在拳台上打赢泰森。通过我刚刚得到的资料，手机和电脑属于一种东西。如果说电脑能够做到的，手机应该也可以吧？废话，我当然知道手机和电脑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，白痴才会不知道。那我用手机完成入侵，不算违规吧？既然你想自取其辱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他真的可能吗？有个屁的可能！我的电脑设置了足足3层的防火墙，光是这第1层，他就别想攻破。行啊。怎么了？解释一下呀，我们看都看不懂。手机入侵电脑会受到操作系统的限制，就注定了黑客工具很难在手机上使用。不过，他似乎没有在使用黑客工具，他在通过手机操作系统的底层逻辑，实现近乎黑客工具的效果。你可能觉得你解释清楚了，但我们听得更加糊涂了。这不重要。他这是在展示神技啊！真是不可思议！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能赢你？这应该不可能。我在电脑上足足有3层防火墙，就算他再怎么厉害，单是用手机入侵，起码就得10个小时以上。这怎么可能？从开始到现在，过了不到10分钟，他竟然攻破了我的第1层防火墙！真攻破了！
陆明，你不是说他攻破你的防火墙要10个小时吗？可能是我的第1层防火墙布置的太过随意。不用担心，我还有2层呢。不是这2层靠谱吗？放心，除非世界顶级的黑客组团来攻击，否则剩下的2层防火墙绝对不可能被攻破。真要是攻破防火墙的话，我的电脑会直接黑屏，同时电脑里所有数据会自动格式化，相当于自毁。如果没有十足的信心，我是不会这么安排的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他就不可能赢了。厉害一会儿又能怎样？等他一会儿输了，我让他立刻滚出学校。不可能！从开始到现在，这才过了多久？竟然能把我布置的3层防火墙都攻破了，这不科学啊！我堂堂修真者，你跟我讲科学？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，我找到了系统上的漏洞。运气比较好？这种事情怎么能用运气来解释呢？所以是你输了？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，但是他确实做到了。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原来刚才是我错怪他了，他在电脑技术上竟然比陆明还要厉害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是真的饿了，必须给这土包子一个教训，让他远离娇娇。哼！哎呀，完了！我的资料啊！防火墙被攻破了，里边的东西全格式化了，我所有的资料全没了。那怎么办？能补救吗？补救不了了。这个设置就是为了应对极端的情况，可我没想到。如果你说的是电脑里边的各种介质所产生的灵力流，我想我应该有办法解决的。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肯定做不到的。现有的技术手段没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就算我自作自受吧。导员，真的有办法吗？可以试试。太好了，导员，那你一定要帮帮陆明，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。感谢我倒是不必了，你们是我的学生，帮助你们是应该的。我操！居然真的找回来了，跟格式化前一模一样，这也太屌了！导员有空吗？现在有空。怎么了？想找您帮个忙，跟我去趟体育馆。什么事？在这说不行吗？这人来人往的，不大好意思，一点私事。行，那就去体育馆，你带路，我不认识路。行，谢谢导员。所以，你找我的私事是因为他们？对，跟他们有关系。我明白了，还不傻吗？他们想霸凌你啊，还要抢你的钱。没关系，作为导师，我有义务帮你。
你说他们3个想霸凌我？哎呀，听见了吗？他说你们3个要霸凌我，要霸凌我。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笑的笑话了。老大，你们这个新导员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？脑子有没有问题不知道，反正看着不精神。这年头，什么人都能当辅导员。瞧你说的，什么人能当专家呢？当个导员怎么了？行，别在这废话了，抓紧把他给我收拾了。晚上我请大家吃烧烤。所以，你把我找过来不是因为有事，而是骗我来埋伏我。对啊，不明显吗？这仨哥们跟我一样，都是顶级的3大高手。我知道你力气大，但力气大不代表会打架。其实我一个人就能对付你，但是带点人来不更保险吗？你一个人力气再大，面对群攻也只能乖乖挨打。动物和动物之间不是文就是舔，人和人之间不是骗就是演，心思百转。没听明白。我何时才能明白何为爱情啊？唧唧歪歪什么呢？哥儿几个一起上！注意别打死就行。一群废物，找你们来是来丢脸的吗？假的吧？你拍短剧呢？厉风这个白痴，他要是敢动导员一根头发，我一定弄死他。消气，那厉风不也是因为吃醋吗？他喜欢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他做老几啊？再说了，他有什么资格吃醋呀？娇娇，你该不会真的对那个新导员产生好感了吧？有没有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厉风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喜欢谁，难道还需要跟他报备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我是觉得你要是产生好感了的话，应该立刻表明态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厉风好像跟道上的大哥交情很深，再加上性格比较冲动嘛，很容易闹出事情的。什么道上大哥呀？一群流氓混混而已。厉风好像认识的不太一样，我听陆明提起过，他好像是有什么门派背景。哎，厉风，你有本事找导员麻烦，你有本事开门呐！厉风，你找厉风，他现在状态不太好，可能需要再休息一会儿。不找他，我找你。找我？有事啊？现在没事了，不过我必须为上午对你的不信任向你道歉。师生之间不必如此。那不行，况且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感谢你呢。导员，走，我们去购物。为什么去逛街？因为感谢你的方式有70种，一种是购物，剩下是69种。剩下69种？哪69种啊？天哪，你好单纯啊！他在开车。开车？你说的是那个4个轱辘的铁疙瘩？这周围也没有啊。哎呀，导员，我们先走吧，其他的我改天再向你解释。都给我起来！滚滚！哎呀，力气大也就算了，怎么反应还这么快？对呀，我还没看见他的动作就被他击倒了。小皮，
绝对不是人。这世界冠军来了，也不可能同时当到咱4个呀。看来真是个练家子，我必须要找我叔叔出面了。老大，你叔叔比我们4个加起来更厉害。我能成为散打冠军，就是因为我叔叔教了我几招。他们可有另外的圈子。另外一个圈子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鼓舞？我能进中州大学，就是因为校长跟我叔叔师出同门，叫什么太虚门。太虚门！我操，太虚门！我叔叔来了，我一定要让那个混蛋跟我下跪求饶。香蕉为什么要横着吃啊？我妈从小就这么教我的，习惯了。你逛街去了？和学生去的。昨天被劫持的陈娇娇说感谢我的方式有70种，这是其中1种。没了？没了。剩下的69呢？剩下69种，她没说。明白了，他在调戏你。调戏我？没感觉到。算了，不重要。我白天在你卧室里面放了一点仪器，你跟我进去检查一下身体。我拒绝。你不是答应了要配合我的吗？对，但你还没使用美人计呢。明白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别感冒了。我看网上都说，男人最喜欢玩这种角色扮演了。角色扮演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我来，进屋跟你说。我现在是你的私人医生，要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些检查，所以需要抽一些你的血液。坚如磐石，肌肉密度极大，难怪能一拉一短，非实验环境难以缺血，只能……既然无法取血，我就只能取一些你的遗传物质。和血液一样，遗传物质也具有极强的研究价值。什么是遗传物质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教授，校长回来了，你要现在去见他吗？下午吧。我的恩人找到了吗？已经3天了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完全没有查到。按照您说的，我找了学校所有的教职工和学生，没有人的手腕上有一个太极纹身。监控呢？他进了学校之后，没有监控拍到他去哪儿吗？没有，只有他穿着玩偶服进教学楼的画面。但是教学楼里的监控好像坏了，他进去之后的画面一片漆黑。下午问问校长吧，或许校长能知道他是谁。教授，您在观察什么呢？人的遗传物质。头发、毛囊、细胞，您观察这个干嘛呀？正常的确实没什么好观察的，
但我观察的这个不正常。哪里不正常？人的细胞染色体一般只有23对，但这个人的足足有26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一般来说，这种情况会导致重大的疾病或者疗斩。那不一般来说呢？不一般来说，这就是生命的全新进步。导演，你看，因为中标的消息发布了，我们家公司的股票开盘马上就要涨停了。我爸说要摆宴谢谢你呢。股价涨停？导演，你又不知道吗？现在不知道，但我马上就能知道了。还来？之前现场学电脑技术，现在现场学炒股了。就这？大概明白了。K 线图其实就是气运龙脉走势，股市涨跌就是灵力潮汐，庄家是窃取龙脉气运的域外天魔，散户就是灵田里长出一茬茬的灵芝。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只要运用天机演算，便足以精准预测涨跌了。你们的公司叫什么名字？陈氏财团呀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你们的股价就会开始下跌了。什么呀？我们家昨天刚发布的大利好消息，怎么可能在今天就股票下跌呢？就是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娇娇家公司的股价，专家预计起码要连涨5、6天呢。昨天我电脑技术确实是输了，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这电脑技术和炒股那是两码事儿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得意忘形，上网搜一搜，还真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。你们该不会都买了陈氏集团的股票吧？没错啊，我昨天黑进了交易所的后台，看到了一些内幕，确定能连涨之后，我直接满仓了娇娇他们家的股票。我也满仓了，打游戏直播赚的钱我都投进去了，就等了这个机会大赚一笔。我们家的基金，我也在炒。我劝你们，现在这样的涨势，赶紧卖掉。卖屁！人专家都说了会连续涨5、6天，你现在让他们卖，那不是白白往里扔钱吗？是不是？我是为你们好，你们再不卖就来不及了。好个蛋啊！你轻飘飘一句话，把他们必赚的股票都给卖了，亏的钱你给补啊！导员，你是怎么得出我们家股价会下挫这个结论的？我算出来的，你们家的股票今天下跌幅度非常大，在收盘之前会跌停。算出来的？哎，你给我算一算今年大乐透的中奖号码呗。这个算不出来，这是人为控制的。我在这跟您讨论呢，不懂别瞎说。不对啊，一直上涨的曲线怎么突然开始震荡了？我靠，真开始震荡了，这什么情况？刚才不还一路长红的吗？不应该啊，昨天发布的大利好，怎么也得涨个几天吧？或许只是技术上调整。不是的，有问题。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卖单，想震荡也震荡不起来的。可能是有人在狙击，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哎，娇娇，师弟，一会儿见了老祖，千万别激动。我会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，但估计有点难。我理解，别太夸张就行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，催我赶快过去。去吧。我还有事，就不跟你一起了。这震荡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震荡下跌啊？不是应该震荡上涨的吗？确实，是因为卖单比买单多，所以才导致股价下跌的吗？不知道，该不会
真被那土包子给猜中了吧？他真的是猜的吗？还是他真能算出来啊？怎么算？数字模型还是算命啊？哎呀，别闹了！国内股价涨跌，要是真能算出来，那土包子估计早当全国首富了吧？那这震荡该怎么解释啊？或许只是巧合吧。糟了，你们看，震荡幅度好像在加大。我去，今天涨的全都跌回来了。娇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家因为中标的事情得罪了那些围标的人，他们正联手在股市上对我们家进行围剿。这么狠，那怎么办？现在卖还来得及吗？肯定来不及了，卖家都比买家多出好几倍了，估计已经引起了恐慌性抛售，恐怕这次我们都要被套牢了。天哪，开始抛物线下滑了，已经跌停了。早知道就听导员的好了，他提醒的时候明明来得及的。唉，我的全部家当呀，难道真的要全部泡汤了吗？瑶瑶，瑶瑶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快把瑶瑶送医务室吧。瑶瑶，等等，他只是一时急火攻心，才突然晕倒，让我来处理吧。让我来处理吧。你来处理？你怎么处理啊？还拿手机搜怎么把人从昏迷中叫醒吗？对啊，别挡道，医术是需要时间积累的，不是你查一查就能学会的。导员，你先让开吧。瑶瑶因为老熬夜，身体一直不好，我怕她再出什么事情。侥幸猜中了股价走势，你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？耽误了治疗，万一瑶瑶要是落了点什么病根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导员，瑶瑶之前就晕倒过，医生说的很严重，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马上就要送医抢救。是啊，导员，我怕瑶瑶是突发心梗。算了，婉婉，你还是打急救电话吧，我怕肖医师也不靠谱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肯定没事的。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你又不是医生，怎么处理？滚！总之，别在这捣乱。相信我，其他的东西或许我不懂，但论医道，这个世上没有人比我更懂了。你真以为自己是董哥是吗？娇娇，你不会真信他说的吧？他纯粹是胡说八道呢。如果真的是突发心梗的话，肯定得立刻施救。导员，我相信你。你怎么占人便宜啊？导员，你瑶瑶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？我没有感觉不舒服，我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的钱全被套了，那都是我硬生生哥哥叫回来的钱呢。瑶瑶，没事的，你亏了多少钱，我补给你好不好？我不用你补，我自己做的决定，亏了钱怎么能让你补？我自己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等一下，你不会是想放弃底线吧？这话说的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底线没了，我可以赚得更多。你的身体隐患很大，心力不济，心情最好不要大起大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导员，你能不能算算，娇娇家的公司还要跌多久啊？我还能不能回本啊？股市波谲云诡，起码连跌4天，至少这半年跌幅都会很大，起码得1年左右。那就行，只要不是喋喋不休，我就不用真的放弃底线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艺术你都懂啊？我也没看到你什么时候用手机查呀。医术我不用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就会。你说没人比你更懂得治病，那你
那你能治运动损伤吗？运动损伤，这得看情况。什么情况下能治？没死就能治。太好了，我叔叔终于到了！土包子，你昨天竟敢对我动手，我今天要让你跪地求饶！你叔叔，他来学校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这个土包子昨天把我打得那么惨，我叔叔当然是来帮我找场子的。立峰，你有毛病吧？学校的事情就在学校解决，你让你叔叔来就是越界。娇娇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我今天要好好跟这个土包子算算账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我之前就明确告诉过你，我不喜欢你，你凭什么仗着我对导员有好感就找他麻烦？你不喜欢我，并不耽误我喜欢你啊，娇娇。这还没毕业，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啊？以后的事情我或许说不准，但现在我100%的确定。江燕，一个大男人躲在女人身后，有什么本事？导员，你先回去。立峰的叔叔不是普通人，这件事情我会跟我爸说，让我爸出面斡旋的。我也不是普通人。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立峰的叔叔是鼓舞传人，那是真正的练家子。我也是练家子。导员，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你先回去，等我爸解决完这个事情，你再回来，没有人会笑话你的。想走？我今天就堵在门口，除非你从窗户上跳下去。滚啊！立峰，你是不是想让我跟你绝交？除非你跟我在一起，否则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你做梦，轮奸也轮不到你。真没事儿，他们奈何不了我的。导员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，就应该让我爸出面解决。说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再晚来一会儿，这个土包子就逃跑了。说，这就是我那天跟你说的欺负我的那个土包子。香艳，我今天要让你给我下跪求饶，我让你这辈子都没脸在学校教书。厉叔叔，我是陈氏财团的陈娇娇，我觉得厉峰和导员之间的事情，你还是不要出手干预了。娇娇，我说了你别插手这件事，如果你非要管，那我只能保证他今天死得很惨。说，您这是又有新突破了吗？斗得这么厉害，肯定积蓄了不少恐怖的能量吧？什么新招式？快让我见识见识！太虚门不孝弟子厉千秋拜见老祖。今日得见老祖真言，千秋无憾矣。起来吧，既已入世，不必在意山门身份。老祖，老祖，你个欺师灭祖的混账东西，还不跪下！啊！说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问我什么情况啊？我还想问你什么情况呢？说，我喊您来是帮我镇场子的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叫我叔叔，你是我叔叔。老祖今天如果不原谅你，我打断你狗腿！他这么年轻，怎么能是您老祖啊？放肆！真是惯坏你了。老祖，家门不幸，恳请老祖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我这就带他回去，我一定好好教育他。没关系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老祖宽宏大量，千秋感激不尽。说，还不赶快磕头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要我按着你脑袋磕吗？老祖，我这就带他回去，好好教育教育，教育完再跟您赔罪。嗯。走。哎呀！
看我做什么？道元，为什么立峰的叔叔喊你老祖啊？我和他叔叔出自同一宗门，我的辈分比他还要高一些。所以，道元你也是古武传人？算是吧。我去，怪不得道元你那么厉害。道元，你刚才说能治我的运动损伤，可不可以现在就帮我看看？很着急？过几天就要校内选拔了，确实很急。那去学校操场看得真切一些。好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哎呀！叔，刚才我当着全班同学面给他下跪，脸都丢尽了，以后我还怎么做人？是你的命重要，还是脸面重要？叔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难道他江燕还真敢杀人啊？那不成违法犯罪了？你以为法律管得了他？他真的是你叔叔我的宗门老祖。叔，他才多大？您一直对您的宗门讳莫如深，这突然蹦出来个老祖，我可接受不了。叔，你再打我就真给我打傻了。你以为你现在就不傻吗？我怎么不一巴掌打死你？你又没儿子，给我打死了，老厉家不绝后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再也不招惹那个土包那个家伙了。以后看见老祖，要跟看见我一样，再敢对老祖不敬，家法伺候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叔，您可千万别对我动家法。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我发誓，以后我见了他，比对我亲爹还尊敬。抬高抬高，好吃。哟，这不是天才少女林婉婉吗？今天怎么有空来训练了？那人是我的竞争对手，我受伤不能参赛，他获益最大。他可以替你参赛？对，大运会选拔，学校在女子短跑上只有1个名额，所以参加大运会是我的梦想，请您帮帮我，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。你先跑一下吧，让我看看你具体伤的情况。好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如果用力跑的话，顶多跑出去10米。可笑，都伤成这样了，就别出来丢人了。你的伤注定了不能再参加专业比赛了，你还不认命吗？表面上是脚崴伤，实际上是经脉伤。不过没关系，治起来并不难。把鞋脱了吧。你谁啊？林婉婉的伤治起来不麻烦，吹牛不打草稿。想泡妞想疯了！你知道林婉婉的伤怎么回事吗？就说治起来不麻烦。婉婉，你的伤连专家会诊都解决不了，这小年轻不可能有办法的。他就是病急乱投医，被人给忽悠了。好舒服啊，紧绷和沉重的感觉一下子全都没了。差不多了，再跑起来试试，应该没问题了。捏一捏脚就能治好，糊弄鬼呢！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有底线，什么谎都敢撒。婉婉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带伤的情况下反复全力奔跑，你离断脚不远了。
这不可能，他的伤居然被治好了。他刚才的速度好像进了12秒。我没记表，但他绝对在11秒5以内，足以在大运会夺冠了。该死，他怎么能临近选拔之前被治好？我得想想办法，让他参加不了选拔赛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我可以参加明天的校内选拔赛了。其实还没痊愈，只是不影响你正常参赛了。啊，还没痊愈，可我现在完全没有异样的感觉了。经脉伤拖得比较久，留了暗伤，不过再有2、3次治疗就好了。那现在可以治疗吗？不可以，它需要缓冲。明天、后天同一时间我再继续给你治疗。我实在是太激动了，您给了我第2次生命，我应该怎么感谢你？师生之间不必言谢。不行，您现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吗？为难的事情倒是有一件。哪一件？我需要了解何为情爱，摆脱童子之身。太快了吧！我确实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可总得先培养感情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至少先试着谈个恋爱，然后再更进一步吧。你是说想要了解何为情爱，就得先谈恋爱？起码我觉得是这样。懂了，我这就去找人谈恋爱。哎呀，秦老师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而是我命令不了他。你是校长，为什么命令不了学校的老师？你也是学校老师，我不也命令不了你吗？我跟那个江彦能一样吗？确实不一样，老祖可比你重要多了。哎，秦教授，即便我是校长，也不能欺犯人权吗？不是？我只是让他配合我，做个详细的全身检查而已，这跟人权有什么关系？秦教授，一个人只要不违法乱纪，他想做什么，不想做什么，都是他的自由吧？好吧，我自己想办法去搞定他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只要他是自愿的，学校绝对无条件支持你。第2件事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中，有没有人的手腕上有太极纹身图案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手腕上有太极纹身的人，曾经救过我的命。我只知道他是学校的人，不知道他是谁。救过你命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？救我时他穿着玩偶服，没看到他长相。看来校长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。确实知道，但他穿着玩偶服救你，就说明他不想暴露身份。你想说什么？是否让你知道他是谁，这同样属于人权的一种。秦老师，请跟我谈恋爱。秦老师，请跟我谈恋爱。哦？为什么？我需要了解何为情爱。我的学生告诉我，需要先谈恋爱。你的学生告诉你应该先谈恋爱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学生谈恋爱？我查了查手机，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恋爱？答案里有一条，男女住在一起就算是在恋爱。咱俩一男一女也刚好住在一起，所以咱们适合谈恋爱。哦，有道理，我可以答应跟你谈恋爱，但是相对的，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好，我还没告诉你是什么事情。不管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
包括我要对你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。当然。好，走吧。去哪儿？我实验室。不是应该先谈恋爱吗？我喜欢在实验室谈恋爱。这心跳频率和脑电波怎么跟死人似的？其他数值也不对。奇怪，数值为何毫无变化？刺激不够。看来得下点猛料试试。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啊！这数据怎么这么奇怪？这是人？具体哪里奇怪？正常人的心率每分钟是60到100次，而你每分钟只有1次。正常人憋气的时间是半分钟到2分钟，而你足足憋了2个小时，还是被我叫停的。更何况你的肌肉密度、骨骼密度，乃至于身体器官密度，都是常人的10倍以上。所以呢？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瞬间死亡，但你反而还好好的活着，根本就不符合生物学的认知。要相信科学。你的存在本身就不科学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谈恋爱？咱们不是正在谈恋爱吗？我读书少，你别骗我。我没骗你，在我看来，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了。导员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秦老师的办公室。快来女生宿舍，婉婉被蛇咬了，情况很紧急。你去吗？我不去，我要在这研究你的体检结果。熬夜伤身。知道，所以我不熬夜，我通宵。正好点点宵夜，今天我不回宿舍了。少吃点宵夜，同样对身体不好。这不是宵夜，那是什么？这是提前8个小时的早餐。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，再找我。体检用的都是先进的仪器，正常来说，体检结果不可能出问题。可偏偏他的体检结果却没有任何一项是正常的。我是不是太依赖仪器了？就连最基础的体温，他的常态体温都达到了48度，而普通人的正常数值不应该超过37度。要是完全按照仪器的结果来看，那江燕根本就不可能活着。可他不仅偏偏活着，还活得比谁都健康。看来我得想办法亲身给他做测试了。仪器测出的结果都太夸张了。这不是对不起恩人，这是为学术献身。况且我一直都没找到恩人，等找到了，我会跟恩人坦白的。加油，秦玉柔，你一定可以治好你的基因病。导员，你可算来了。具体怎么回事？
婉婉在走廊上的公共淋浴间洗澡，结果忽然有人扔了条毒蛇进去，是一条银环蛇，咬了我之后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我们已经打过急救电话了，但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会来不及呢？就算是剧毒蛇类，也不会立刻置人于死地啊。因为等救护车来和送去医院都需要时间，这个拖延的久一点的话，可能会被截肢的。导员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一旦被截肢，那简直要了婉婉的命。对呀，导员，你不是精通医术吗？你想想办法吧。啊，这差不多了，毒液已经被我吸出来了。不过，你们知道扔毒蛇的人是谁吗？公共淋浴间的门不是封顶的，有人直接顺着门上的缝隙将蛇扔了进来，还不知道是谁。当时我和瑶瑶在宿舍里，是听到婉婉的尖叫声才跑过去的。那估计是查不到凶手了，宿舍楼里又没有监控。你们也没有看到扔蛇的人是谁吗？这样啊，那交给我来查吧。导员，你真的能查出来是谁扔的毒蛇吗？不一定，得看情况。那什么情况下才能查出来？如果扔蛇的人还在这个宿舍楼里面，就能查到。那肯定在这宿舍楼里啊。这里除了教职工以外，外人是根本没法进女生宿舍楼的。导员，你想怎么查？用心去感悟，以神通，他心通，勾连他人，可探知对方心中所想，听到对方心声。需心跳同步，才能建立心智桥。导员好棒啊，好想给导员生猴子。人和人之间是不能生猴子的。我操，发生什么了？导员知道我在想啥？假的吧？脚被吸得好舒服啊！要是明天能继续这么治疗就好了。可以，只要像今天这样洗干净就行。怎么回事？导员猜到了我在意淫他，这太羞耻了。娇娇和婉婉好像都对导员有意思。不行，我得提醒他们，找男朋友一定要找花心的，专一的会甩不掉的。那你有什么要提醒我的吗？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爱两个人一定要藏住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牵牵脚背就能治好，这不是拍电影。林婉婉平时那么拽，要是真被截肢就好了。这家伙为什么一直在看我？对我有想法，我要告他性骚扰，是不是能保研啊？看来不是这个。这人是博文班的新导员吗？好帅呀，好喜欢。肯定不是这个。不紧张，根本没人看到是我练的手，又没监控，啥跑的，绝对查不到我头上。不紧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不紧张。这个冷笑话是不是有点冷？不紧张，是你主动坦白，还是我揭穿你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不对，他肯定在诈我。我没有诈你，你因为嫉妒林婉婉参加校内选拔赛，所以用这个事情害她。胡说！谁告诉你的？我确实跟林婉婉有冲突，但是我绝对做不出这种事。你自己告诉我的。越来越离谱了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些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你的手机里有买银环蛇的记录，
就算把记录删了，也是有办法恢复的。你也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这件事情你写在日记里了。婉婉，我求你原谅我这次吧，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啊。你怎么如此恶毒？跑不过我就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？我没办法，我得成为学生代表，毕业后才能包分配。包分配？我跟你们博文班的不一样，我得毕业后自己找工作。这就是你要害婉婉的理由？我没想害死她，只要她比赛的时候不出现就行。你们哪里懂得我们普通人的苦？分配？什么工作？小学体育老师，有编制。你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我却拼了命也很难得到。道员，他可能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放过他？要是报警的话，他这辈子可能就完了吧。会不会进监狱不好说，但学校肯定会开除他的。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你们是怎么想的？这毕竟是同学，不如……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没错，要不是导员有办法，就算你能保住性命，也很有可能会被截肢。我也是同样的态度，我一直坚信一个理念。什么理念？除恶务尽。娇娇，打电话报警吧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导员，明天校内选拔赛有场电竞表演赛，我会参加，你来看我比赛好不好？表演赛？对。婉婉的比赛是不是在你之前？紧挨着的。婉婉的选拔赛结束，就是我的表演赛了。那我就先去看婉婉的比赛，再来看你的。婉婉加油！导员，婉婉在给你比心呢。看见了，不过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爱你的意思呀。爱我？爱是什么？爱就是心里都是你，眼里都是你，满心满意，全都是你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加油！婉婉，我们都知道你之前受了必须退役的重伤，此次完美归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在这里，我想感谢一个人，江燕，我们博文班的新导员，是他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，等于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导员，我一定会把大运会金牌带回来给你的，连同我自己一起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楚瑶，你怎么了？好像看起来有心事。今天来和瑶瑶比赛的是瑶瑶的前男友，哪怕是表演赛，瑶瑶也不愿意输给那个渣男。渣男？他在和瑶瑶谈恋爱期间，因为瑶瑶不跟他睡觉，他就脚踏2条船。瑶瑶跟那渣男分手后，那渣男还一直纠缠不休。看着吧，等那渣男来了之后，肯定要闹幺蛾子。哼。瑶瑶，你把我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我好伤心啊！滚远点！我看见你就觉得恶心。啊，我当时就是一时糊涂。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劈腿的是你，我有什么错？要是当时你答应跟我去开房，我能受不了诱惑吗？哼，你真他妈不要脸！瑶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改邪归正了。比赛就比赛，你动手干嘛呀？你谁啊？我跟瑶瑶说话，关你屁事！松手！他是我现在的男朋友，我的事就是他的事。哼，你不是说只喜欢会打电竞的吗？他这个样，
哪里有打电竞的样啊？我跟我现男朋友怎么谈的，关你屁事儿！哼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想让我死心，所以随便找个人冒充你男朋友。哼，呸！你也配？我大概是听明白了，这场表演赛必须由你来打吗？如果我来打的话，行不行？行倒是行，反正就是一场表演赛而已。不过这家伙渣归渣，实力却是真正职业级的。你打的话，赢了他，是不是就能证明我也能打电竞？是。兄弟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他这要跟我打！我去，你凭什么？我一只手都能轻松碾压你！导员，你打过电竞吗？那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他真是职业级的，要不还是我上吧。放心吧，只要用电脑打，我就能赢的。我先帮楚瑶处理完眼前这个麻烦，一会儿再给你治疗脚伤。不着急，我刚跑完，还没来得及洗脚。等这边处理完，也得先把脚洗了，再让你治。好，一会儿去我房间。导员，我也想去看看，我还没看过教职工宿舍长什么样子呢。可以。我呢？一起。准备好受虐了吗？确实有人要受虐了，但不是我。很多人跟我打之前都会豪言壮语，可是打着打着就沉默不语，到最后开始变得胡言乱语。希望你不要这样。他用键盘的样子啊，那和我爷爷用的一样，真是老年人指法。不如打个赌吧。如果你输了，就把楚瑶输给我。怎么怕了？跟怕不怕没关系，楚瑶属于自己，别人没有资格用她来打赌。说的冠冕堂皇，实际上不还是怕输给我啊？老张，你毕竟是职业级，他怎么可能真有信心跟你打呀？就是啊，这大运会的校内选拔，只有电竞不需要选拔，直接定着你，这根本断层领先嘛。说起来，楚瑶应该后悔跟你分手了吧？肯定啊，否则这大运会电竞比赛参加资格，老张早让给楚瑶了，何必来这儿表演赛啊？放屁！像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人渣，我只庆幸自己早点认清楚他的嘴脸。赌或者不赌，你说了算，别人没资格用我来打赌。你可以，因为我只属于你，随便你怎么用。还有借口吗？光打表演赛没意思，添个彩头吧。如果你输了，楚瑶今晚跟我去开房。如果他不能继续打电竞，你们学校的大运会选手是不是就只能定你了？对，其实我也算是职业级的，只不过女子职业和男子职业还是有区别的，我算是学校第2。明白了。此为同契，契约成立，则至死方休。如果你输了，你的手我会做特殊处理，你的双手就再也不能打电竞，你同意吗？输？我怎么说？飞龙起脸，我怎么说？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笑话。同意，当然同意。不过你放心，今晚我带楚瑶开房的时候，我会让他给你打电话。
哼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别说赢我了，你甚至都没有办法让我用出2只手。这是电竞比赛的要求吗？只能用1只手。我操！老张，你快看，他居然学你啊！这是挑衅你啊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老张，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，这要是换我，我忍不了。老子要剃他的光头！要输？不对呀，老张，怎么局势对你不利啊？老张，你快别玩了，赶紧拿出点真本事来呀！在对面看起来很会呀。什么情况？这家伙手速怎么这么快？这家伙吃兴奋剂了吧？好家伙，老张被反压了，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。你不是说自己根本用不上双手吗？那现在单手操作的究竟是谁呀？幸好我提前准备了外挂，只是没想到居然真能用上。怎么回事？你的操作怎么突然像 AI 一样精准了？你是不是开挂了？别找理由，菜就多练。果然有邪祟之力作祟，电竞也有邪修吗？看什么看？要么赢我，要么投降。老张可以啊，这操作绝对职业顶级了吧？嘿嘿，老张做梦都想拿楚瑶一血，现在有机会了，肯定动力十足啊！我操！不是，老张怎么突然就输了？这老张一连串的失误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白痴，你不是坐车过来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不行啊，傻鸟！不对，他肯定开挂，否则他怎么可能赢我？放屁！菜就多练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凭什么冤枉别人？此乃真言咒，中咒者只能说真话，无法说假话。因为我开挂了，他如果能赢我，肯定他也开挂了。你开挂了？好家伙，你真是像水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开了也是废物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是什么事？你答应过我，如果你输了，你的双手就再也不能碰电竞了。我答应的时候压根没想过我会输。所以你是想反悔？当然，空口白话的赌注，我凭什么相信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比赛开始前就订立了魂器，一旦激活，除非身死气消，否则拼命也会完成契约。我错了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打电竞了，我发誓。好了，婉婉，我们走，回去给你治疗。哎呦！
昨天害你的人怎么样了？啊，警方已经把人带走了。今天上午询问了我一些事情，已经正式立案了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虽然婉婉没有什么事儿，但案子性质恶劣，她至少要进去蹲3年以上。哦，对了，导员，明天学校要在校内举办一场跳蚤市场，你陪我们一起去逛逛吧。跳蚤的意思我知道，市场的意思我也知道，但跳蚤市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学生和教职工可以拿出一些自己的东西，在学校里摆摊售卖。对，以前也举办过，会有好多好玩的东西，甚至还出现过古董呢。古董？对，考古系的老教授也会拿出一些古董，能买到就是赚到。好，那就先给婉婉支脚吧。我去洗澡。秦教授，这不是姜老师的宿舍吗？为什么你能开门进来啊？因为我也住在这里。什么？不对啊，只有1间卧室，这明明是单人宿舍呀。谁说单人宿舍不能住2个人了？你们导员昨天说要跟我谈恋爱，我已经同意了。导员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可是为什么呀？你们才认识没多久。我需要明白何为情爱，摆脱童子身。婉婉说做到这一点，得先谈恋爱。那你为什么不找我谈恋爱呀？你居然还是个处男，找我多好呀！不用谈恋爱，我也可以配合你。不行，想要了解情爱，得先动心再动身，唯有入世方能出世。那你对秦冰山真的动心了吗？我才不信，秦冰山对谁都不假辞色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对他动心？我猜应该没有。虽然不明白动心是什么感觉，但只要感受到了，我能瞬间明白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还有机会了？哎，娇娇，严谨点，是我们还有机会。导员，这是你的浴巾吗？我用它来擦身体了。这是我的浴巾。我为什么感觉好像有杀气？先给婉婉治疗脚伤吧，今天治疗1次，明天治疗1次，就能够彻底痊愈了。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婉婉受了经脉伤，需要治疗。非要用嘴吗？口腔是先天7窍之一，用口腔治疗效果最好。人的口腔中含有近700种，总量超过几个亿的细菌，用嘴疗伤只会加重伤势。胡说！昨天晚上导员就是用嘴给我疗伤的，可舒服了。我是为你好。那可不一定，凡是说为了你好的，往往都是为了自己好。对，就跟凡是让你顾全大局的，你一定不在大局之中一样。你们对我有敌意，因为江燕。我觉得谈恋爱这种事情，我们随便谁跟导员谈，都比秦教授你更合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最起码喜欢的是男人吧，而秦教授喜欢的只有科学吧。对，既然导员要先对女孩走心，然后才能走神，那我们肯定比你更合适啊。我可以用科学的手段让她动心。不可能，男人的3观只会跟着5官走，绝不会跟着科学走。我想到了，不如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去诱惑导员，导员对谁动了心，
谁就跟导员谈恋爱。您好，陈小姐，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？最近上新款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店里的最新款。这个和这个。好，我这就去给您拿合适的尺码，给您来办换啊。我的意思是，除了这个和这个，其他3面墙所有的款式都给我包起来。啊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去给您拿啊。导演，以后跟我谈恋爱，你的衣服穿一遍就扔，全当一次性的。其实我并不太需要。需不需要是你的事，买不买是我的事。导员，你试试这个5A 级和牛，入口即化，这一份3600呢。我对于吃同样没什么感觉。再没要求，也不可能放着美食不吃，去吃康和西吧？那你试试这个黑松露刺身，2200，花椒开山肚，一份23800呢。这个糖心干鲍3500，卤水老鹅头2600，野生大黄鱼42000，还有罗曼尼康帝今年新出的酒18万呢。导员，这顿饭杂七杂八加起来得30万了。如果你以后跟我谈恋爱，我天天带着你吃。导员，你有没有一点心动的感觉？没有。看来必须得上杀手锏了。导员，跟我走。我因为家里的一些关系，所以对有些事情并不在意。什么事情？女人的事情。我可以接受逢场作戏，不管你在外边怎么玩，只要记得回家就行。我今天还给你点了选美冠军。鲁，辽，沈，这都是我给你点的。跟我谈恋爱，我不仅不管你，我还帮你点。这样子会不会太乱了？乱什么？这只是在一些对的时间遇到了一群对的人，做了大多数男人都会做的事情。抱歉，这些我都不感兴趣。啊？我知道了，导员，你不是俗人，不过我不会就此放弃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令你心动的方法。导员，你看，其实我很好养活的，只要给我这样一个房间，我能好几个月都不出门。所以呢？我平时空余时间都会直播打电竞，搞点擦边内容，会吸引到很多老色批来看，再叫几声哥哥，赚的还挺多的。你的身体有很大隐患，就是因为常年作息不规律。如果你不想英年早逝的话，最好及时改正。导员，我在跟你说我好养活的问题，至于健康嘛，这不是有你的吗？可是我照顾不了你们多久的。谁说的？你跟我谈恋爱不就能一直照顾我了吗？我不要彩礼，我还能赚钱养你，多好呀。可我没有心动的感觉啊。不要彩礼都不心动，看来我必须要放大招了。
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作为一名专业的电竞主播，我上镜靠的可不是美颜，而是化妆。你看，只要我想，我就能将自己画成这些明星的样子，至少80%像。不光是明星，任何人都可以。娇娇、婉婉，甚至是秦教授，我都能将自己画得非常像他们。这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你有了我，就等于有了全世界呀！你想和谁睡，我就化成谁。晚上灯光调得暗一些，保证跟真的毫无区别。粉红骷髅，皮囊不过是虚妄，无需过度在意。导员，我不如娇娇有钱，也不如瑶瑶百变多样，但是我愿意学习。学什么？学怎么让你心动啊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无论是什么，我保证都能接受。我对飞升感兴趣，能成仙就更好了。炉子说的果然没错，做了人类想成仙，生在地上要上天。卢子是谁？你不知道卢子？不知道。很有名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报警？我怎么总感觉导员你像是行走的50万呢？行走的50万又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导员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和娇娇、瑶瑶比，我没有任何优势，但是有一点，他们肯定比不上我。哪一点？导员，你需要宠物吗？宠物？人形的。抱歉，我需要查一查。我可能明白了，但我想你们可能搞错一件事情，这些外在的东西我没有兴趣。为什么没有兴趣？难道导员你不想体验一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吗？我虽然听不懂，但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。锦衣玉食，声色犬马，这些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想你的方向可能错了。导员，你不会是喜欢男人吧？不对呀，你又不是圆脸络腮胡。总之，你们的方向错了，自然不可能有结果。那不是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吗？大不了日后换一个方向去努力。看来你们班那几个小女孩都失败了。是，他们不清楚怎样让我心动。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意料之中，你这么与众不同，用常规的方法当然不行了。所以你可以让我心动吗？既然你的身体构造远超常理，那我们就循序渐进的试一试。怎么试？要不我先陪你看点小电影。什么小电影啊？就是那种场景简单，演技尴尬，几个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就能完成的电影。我之前查到过。你是说短剧吗？不是，比短剧还要简单。他们怎么不穿衣服呀？剧情需要。那让人心动的点是？没感觉？没感觉。好吧，
看来感官刺激对你确实没什么用，只能给你上点强度了。针头扎不进你的皮肤，因此我没有办法给你进行静脉注射，只能手搓药丸用于内服。这是什么药丸？这是我根据你的身体指标为你特制的药丸。你的身体指标太过于离谱，所以我只能极限加大药量。你先吃了再说吧。这药丸的作用是什么？催情，我提取的高浓度化学物质，特地根据你的身体指标来做的。催情？放心吧，我有急救药，保证不会让你的身体出现问题。催情？还是没感觉？没感觉。不应该啊！我这个药的剂量，连蓝鲸吃了都会有感觉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好热。你们都失败了？自己的失败固然难过，但朋友的成功更令人心寒。幸好我们都失败了。真不知道咱们道究竟喜欢什么，我就不相信其他男人能抵触出咱们3个人的攻势。道员对美色好像完全无动于衷。何止是美色呀，他对金钱毫不在意。不过正是因为如此，道员才如此让人着迷呀。他如果真的贪恋美色，咱们也不可能真的喜欢他呀。是这个道理。碰到讨厌的男人时，恨他们肤浅；碰到喜欢的男人时，却恨不得他肤浅。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拿下他。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们也不会放弃的。他中毒了，今晚你们照顾他吧。如果我照顾他的话，这个情毒不可解。情毒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说是一种让我心动的药，但我好像并没有心动。不然的话，他会越陷越深。也就是说，秦教授也同样失败了？我想，应该是的。太好了，现在我们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。导员，交给我们哦！你别忘了，明天陪我们一起去逛学校的跳蚤市场。对，听说会有国宝级的东西被展示出来呢。好。哎，这边有手机，有表，百良的你最新款。昨天晚上你们是怎么照顾秦教授的？秦教授昨天晚上睡觉非要抱着一个人睡，我们3个是轮流被秦教授抱的。为什么要轮着抱啊？一个人一直抱着不好吗？药效太强，我抱着人睡觉的时候会一直动手动脚，被抱的人一直睡不好。哎，展示的宝贝在那边呢，我们快过去吧。我爸说让我把它买下来呢。买？这件物品今天不只展出不卖的嘛？我爸打听过了，这个宝贝是考古系一位教授的珍藏，既展示也卖，说的是只要出的价格令那位教授心动即可。怎么总感觉像是在钓鱼呢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就是这件宝贝，好像是青铜酒器，
要不是我爸今天去处理股票的问题，那他肯定会亲自来的。没错，青铜酒器，西周时期的产物，保存完好，品相极佳，又是周天子御赐之物。西周开什么玩笑？这件青铜酒器怎么卖？卖，这件宝贝的价值在我的藏品里能排到前10，不卖。哎，张教授，这宝麦有缘人，别拒绝那么干脆嘛。就是张教授，起码问问人家愿意出多少价格嘛。好吧，那这位同学是否真正了解这件青铜酒器的价值，又想以什么价格购入它呢？10万。10万？你是在侮辱我的宝贝？10万，同时其1/10大小的东西都买不到。是啊，这位同学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市场行情啊？以为来个真懂行的，结果就是来捣乱的。那你要多少钱才愿意卖？同学，注意你的用词，是你想买，不是我想卖啊。对。行，那我换个说法，你觉得多少价格才合适？青铜器我收藏了不少，可是像这样年代如此久远，品相如此端正，又是周天子御用之物，只此一件。从本心来说，我是不愿意卖的，毕竟它是我的心肝宝贝儿，掌上明珠啊。所以得加钱？谈钱就太俗了，不是？还是要看是否有人真正了解它的价值，只有真正了解它价值的人才配拥有它。这东西不是西周的，是上周的。年轻人说话要注意分寸，不要信口开河呀。就是什么上周的，这张教授的宝贝那还能出问题吗？看他这么年轻啊，不一定懂什么古董吧，就是为了在女孩面前显摆自己。你就算想显摆自己，那你也不能败坏张教授的名声，不是？人家管你名声好坏，人家只要把妞泡到手不就好了？这东西确实是上周的。我虽然不懂古董，但是东西是上周的还是西周的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？就凭你一张嘴，就凭你觉得？哎呀，他能有什么依据？张教授，你别听他瞎说，就当他扯淡就行了。没错，我们又不是白痴，谁会相信这种无知言论？导员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导员，我相信你。我们导员说东西不是西周的，那就不是西周的。走。等一等，不许走！今天你们不把话说清楚了，谁也不许走。怎么强买强卖啊？我们不想买了，还不让我们走了吗？我哪有强买强卖？你们要走可以，但话必须说清楚。你们凭什么说我的东西是假的？今天不讲出来个子丑寅卯来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对，污蔑完就想跑，我们张教授的名声怎么办？走可以，承认错误，要不然真有人以为张教授的东西是假的。他们叫你导员？你是哪个班的导员？今天把话给我说明白了，要不然咱们就去找校长，让校长给我们评评理。这是我们博文班的导员，你威胁谁呢？校长管得了别的班，可管不了我们博文班。就是，你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是假的，那你能说清楚为什么是真的吗？我就知道会有你们这种人过来捣乱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金像显微镜，我可以从青铜器上给你们刮点铜锈，让你们用显微镜看看铜锈的微观结构来判断年代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判断的标准呢？哎呀，教授，别想了，他们呐肯定什么都不懂。如果他们要是懂的话，也不至于这个导员在这胡说八道，他们都相信。几个学生，一个不靠谱的年轻导员。哎呀，中州大学的教育水平真的是越来越差喽。哎呀，你没听说吗？他们是博文班的。哎呀，这博文班呐，可是中州大学最垃圾的班级。
也是，伯恩班的学生垃圾，导员更垃圾，干出这种事情来，很符合我对伯恩班的刻板印象。我们导员肯定有我们导员的理由，他说是假的，那一定是假的。敢赌吗？1000万。如果我说的是真的，你给我1000万；如果你说的是假的，你输我1000万。你这么喜欢搞收藏，1000万你应该拿得出来吧？你愿意送钱给我，我自然干。不过咱们得签个对赌协议，否则怕你们输了不认账啊。好，签就签。协议我让我们家公司的法务来出，很快就能弄好。内容要改一改，毕竟我作为学校教授，哪还能占你们便宜啊？你想怎么改？就改成，如果我的物件是真的，这件青铜酒器你们要以1000万的价格购入，虽然它实际价格在200万左右，至少不会让你们那么的亏。张教授，您真是师者仁心呐！他们都这么污蔑你了，你还替他们着想？就是，换成我的话，毛都不给你们留啊！我是长辈嘛，作为学校的教授，不能跟这帮孩子们一样，至少该有的气度还是要有的。少在这自吹自擂，对赌协议很快就能搞好了。很好。签了协议，又有这么多人做见证，相信你们输了不会不认账。提前开香槟这个习惯可能不太好，否则输了是会很难收场。我输？我这件宝贝货真价实，我怎么会输？来，你们谁看看显微镜的微观结构，我教你们怎么通过观察微观结构来判断青铜器的年份。不用验了，青铜器的铜锈确实是真的。啊？怎么，承认我这件宝贝是真的了？很好，按照对赌协议给我打钱吧。铜锈是真的，不代表青铜器也是真的啊？怎么？你想反悔？不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铜锈是西周的，不代表青铜器也是西周的。他猜到了？不应该呀。绝对没问题的，把这些铜锈粘在酒爵上做旧，光用肉眼不可能看出来的。赶紧履约打钱呐！教授承诺可给1个点的捧场费呢，1000万，这可是10万啊！这情况有点不对呀。不过呀，我就是个当托的，即便有问题也找不到我头上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你作假的手段，以及你为什么如此信心十足。你胡说！我做什么假了？你3番5次的污蔑我，我一定要告你污蔑我的罪名。怎么回事？他这气定神闲的样子，好像真的知道些什么。我这就把他真正的样子展现给大家看。看到了吧？这件青铜器经过人为做旧处理。啊？那铜锈是怎么回事啊？表面上的铜锈确实是西周青铜器上取下来的，重新粘在这件青铜器上面，而这件青铜器确实是上周的。原
来是这样，那太极图不是纹身，所以其实他硬拉的时候我没看错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青铜酒器是假的，铜锈却是真的。张教授，你这是不怕有人查铜锈的年代是吧？对，只要有人验证了铜锈的年份，就会自然而然相信这件青铜器它没有问题。既然如此，张教授就应该兑现协议，赔付我1000万。赔钱？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！我的真品怎么变成赝品了？是你对不对？一定是你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我真品换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我真是被你气笑了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校长你来了，校长。校长啊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个博文班的导员拿假货调包了我的真品啊，校长啊！你说博文班导员拿假品替换了你的真品？就是他，对，就是他，把我的西周青铜酒器换成赝品了。校长，你看他手里那个青铜酒器，像不像跟新的一样啊，校长啊？张教授，学校为了本次跳蚤市场不出问题，特意在体育馆加装了监控，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？什么？安装了监控？没错，所以这里发生的一切一定会被监控所记录。难道你确定让我去调查监控吗？那万一他会魔术呢？魔术师手那么快，就算是他们把我东西调包了，监控也不一定拍得见呢。是啊。校长，您不是一直喜欢我收藏的那幅古画吗？这样，今天您帮帮我，回头啊，我给您送过去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拿的本就是赝品，你来跳蚤市场就是为了看看能不能找到冤大头。张教授作为学校考古系教授，你这样的做法是个学校抹黑，让学校蒙羞。天哪！我苏长河，中州大学校长，仅代表中州大学将你从学校开除。什么？镇住！这3个混蛋交给我吧，保证让他们追悔莫及。跟我走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哼！原来你就是之前在学校门口救了我的那个人。你是说你药服过量那一次？对，就是你穿着玩偶服的那一次。是我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我你就是救了我的那个人啊！你也没问我呀。算了，幸好我找到你了，幸好这个人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就一直想要找到救我的恩人，我想找到恩人之后，好好的报答他。怎么报答？那就要看恩人长得是帅还是丑了。如果恩人长得丑，那我就只能下辈子当牛做马的报答恩人了。那要是长得不丑呢？如果恩人长得帅，那我就只能这辈子以身相许，报答恩人了。